Hello，大家好。2011年，有一个人因为太害怕通胀，從美聯儲憤然辭職。他當時撂下一句話：這麼印鈔票下去，遲早要出事。15年後的今天，2026年，還是這個人被請回了美聯儲，而且直接坐上了最高那把交椅，當上了主席。請他回來的人是特朗普，交給他的任務只有4個字：降息放水。一隻喊了一輩子打通脹的鷹，被請回來當鴿子，這本身就是2026年最大的黑色幽默。這個人叫凱文·沃什，就在他上任前後，國際油價一腳踢穿了100美元，通脹重新衝到了4.2%，還在往上爬。可美股偏偏在7600點的歷史新高上跳舞，你的工資、你的房貸、你的股票賬戶全都撂在這個男人接下來的一句話裡。沃什的底牌到底是什麼？利率往哪兒走？ AI 和芯片長成這樣，泡沫會不會破？今年 SpaceX、OpenAI、Anthropic 3個巨無霸排隊上市，會不會把市場的血抽乾？普通人到底怎麼守住錢不縮水呢？以及我的投資策略，今天我們一次說透。這個頻道是我分享投資研究和投資心得的地方。打開小鈴鐺並選擇全部，就不會錯過我每周更新的硬核分享了。先給沃什發一張名片。1970年生在美國阿爾巴尼，斯坦福本科，哈佛法學院博士。1996年進摩根斯丹利搞併購。2006年，他才35歲就被小布什塞進了美聯儲理事會，史上最年輕的理事沒有之一。2008年金融危機，他是主席伯南克的左膀右臂。貝爾斯登被賤賣，雷曼破產，AIG 保險公司被緊急救助，他全程都在牌桌上。但2011年，他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。因為反對伯南克那一輪6000億美元的印鈔票，也就是貨幣放水 QE， 他直接辭職不幹了。他不是被通脹嚇跑的膽小鬼，他是當年那個拍桌子喊別印鈔了的人。所以你就明白了，特朗普請回來的根本不是一隻溫順的鴿子。沃什在國會聽證會上甩出過一句狠話：通脹是一種選擇。翻譯成人話就是，通脹高不是天災，是央行自己沒管住。這是教科書級別的鷹派宣言啊！2026年的5月13號，參議院以54-45確認了他，這是史上最窄的一次，差一點就沒過。5月22日，他宣誓就任 ，FOMC 全票推他當主席。一個被將近一半參議員反對，又被總統基於趕緊降息厚望的鷹派就這麼上任了。你看，就是這麼擰巴着。這裡有個關鍵的時間差。特朗普26年1月挑中沃什的時候，所有人都以為通脹要降溫，經濟要軟着陸，請個自己人來降息，給經濟添把火，劇本很完美。可誰也沒想到，一場伊朗戰爭把油價點着了，通脹掉頭向上。等沃什真正坐上主席位子，他接手的已經是一個和當初承諾完全不同的爛攤子了。這才是沃什真正的底牌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手。沃什公開主張激進縮表，就是把美聯儲賬上那張天亮的資產負債表往回收。縮表就是收緊流動性，貨幣緊縮。那問題來了，縮表會把長期利率往上頂，那這什麼意思啊？就算他象徵性的降一次短期的利率，給特朗普一個面子，可你的房貸、車貸、企業借錢跟的全是長期利率，短期鬆一寸，長期緊一尺，裡外一對沖，你的錢包根本感受不到所謂的放水，用縮表的緊對沖降息的鬆，這就是沃什的槓鈴。左手糖，右手刀，太會玩了。更刺激的是，宣誓那天，特朗普嘴上說
我尊重美聯儲的獨立性。哎，可滑稽的是呢，這是過去近40年以來第一次美聯儲主席就職在白宮舉行，並且由現任總統主持儀式，而不是在華盛頓的美聯儲總部舉行主席就職宣誓的。從法律制度和政治信號2個維度來看，這確實引發了外界對美聯儲獨立性受損的強烈擔憂。結果，就職儀式幾個小時後，特朗普就當众催沃什快點降息啊！哎，沃什一上任就被塞進了這個高壓鍋，這差事着實是不好幹。就算沃什想降，現在數據也不答應。我們看3組硬邦邦的数據。第一，通脹，5月末 CPI 錄得了4.2%，4月3.8%，是2023年5月以來最高，比3月的3.3%又往上蹦了一大截兒。這是美國通脹率3年來首次重返4%以上。其中，能源同比漲了17.9%，光汽油就漲了28.4%。华爾街已經有機構預測，第2季度通脹可能衝到6%，CPI 同比4.2%，意思是今年這一籃子東西比去年貴了4.2%。要知道，美聯儲的目標是通過利率控制，希望把長期通脹控制在2%左右啊。超的越多，越沒法降息。美聯儲緊盯的2個關鍵指標，一個是通脹，一個是就業。那再來看就業，5月非農新增了17.2萬人，而市場原本只預期8萬，直接翻倍打臉。失業率穩穩停在4.3%，就業就這麼強，等於在跟美聯儲說，經濟根本沒冷，你急着降什麼息呀？第三，看油價啊 ，WTI 原油5月中旬一度衝破了$100，摸到102。現在雖然回落到90出頭，但比1年前還是貴了將近40%。背後是伊朗的戰火和赫爾木茲海峽時不時要關門的傳聞。那通脹高，就業強，油價貴，這是教科書上最不該降息的組合。這時候降息等於往火上澆油。我就問，如果你是這個美聯儲主席，面對這樣的數据，客觀來判斷，你會怎麼做呢？那市場怎麼投票呢？ CME 的利率期貨顯示，6月16號這次議息會89%的概率是按兵不動，甚至有接近4%的概率是加息。年初大家還盼着26年能降好幾次，現在降息預期基本被擦乾淨了。更麻煩的是，就算沃什想降，他一個人說了也不算，美聯儲是投票制。26年這張牌桌上，鷹鴿兩派殺得難解難分。這裡鷹派是主張加息，鴿派是降息的立場。今年有投票權的幾位地區聯儲主席，達拉斯的羅根、克利夫蘭的哈馬克、明尼阿波利斯的凱什卡利，個個是出了名的鷹，死死盯着通脹指標不肯鬆手。而鴿派這邊是沃什本人、理事鮑曼，還有費城聯儲的鮑爾森，他算是今年最鴿的一位，說自己對通脹謹慎樂觀，是死踩剎車的鷹，一邊是想踩油門的鴿。沃什這個主席是在開一輛有人搶方向盤的車。這場內戰的結果其實藏在美聯儲自己的點陣圖裡。官員們最新的預測是，26年全年大概率就降那麼1次，甚至1次都不降。要知道，半年前市場還在賭1年降3到4次，這麼大的預期落差本身就是一顆隨時會引爆的波動炸彈。再說，就算加息也並不意外。拿我所在的澳大利亞來說，就是因為高通脹 ，CPI 在4.2左右，和現在的美國 CPI 基本一樣了。今年以來，就這半年時間，已經加息3次了，利率從2月份的3.6%直接漲到了現在的4.35%。要說美聯儲如果能維持現有利率3.5%到3.75%之間按兵不動不加息，就已經是不錯了。所以
冷靜客觀地面對現實。6月16號的議息會議，沃什放不出鴿子來。那沃什最怕的劇本，歷史上真的演過。上世紀70年代，美聯儲主席阿瑟·伯恩斯被總統尼克松逼着降息保經濟，結果呢，通脹徹底失控，物價飛漲，美國陷入了整整10年的滞脹。滞就是經濟不增長，停滯；脹就是物價猛漲，通脹。2個壞事同時發生，那10年股市有多慘？標普500光是73年到74年實際回報就是負的48%，相當於腰斬。債券也沒躲過。但有意思的是，油氣類資產卻在那10年裡悶聲發大財。70年代最大的贏家是黃金，從35美元一路漲到800多，翻了22倍。大宗商品指數10年漲了586%，房地產、農地也都跑贏了通脹。而股票裡能活下來的是那些漲價你也得照買的公司，像可口可樂、寶潔這類必需消費品。滞脹年代的生存法則就一句話：誰能把漲價轉嫁給你，誰就能活下來。而更值得玩味的是伯恩斯的後任。1979年，保羅·沃尔克接下了這個爛攤子，幹了一件狠到極致的事，把利率一口氣加到了接近20%，硬生生把通脹摁死。代價是美國陷入嚴重衰退，失業率飆到2位數。你看，2任主席2種截然不同的做法，一個放水釀成了滯脹，一個加息換來了衰退。那沃什面前擺着2條路，要麼學伯恩斯放水釀成滯脹，要麼學沃爾克下狠手制造衰退。偏偏沒有第3條輕鬆的路了。面對這樣的宏觀背景，再看當下載歌載舞的資本市場，標普500衝上了7600點的歷史新高，納斯達克站上了27000點。近期最瘋的是存儲芯片 ，SK 海力士今年漲了186%，美光漲了141%，三星漲了114%，3家公司市值齊刷刷的突破了10000億美元。原因是 AI 把內存搶瘋了。高盛說，這是15年來最嚴重的供需缺口。但硬幣的另一面是，標普的席勒市盈率已經超過了40倍，是2000年互聯網泡沫以來的最高水平，而歷史平均才17倍。大空頭的原型邁克爾·伯里，就是當年在美國次貸危機的時候做空市场而一戰成名的那個伯里，已經下了重注做空。他說，英偉達就是個徹頭徹尾的騙局，還把它類比成當年的思科。思科在泡沫頂峰之後跌了80%，花了20年才回本。這一點我還是深有體會的。我就是在泡沫後次貸前，作為網絡工程師顧問加入的思科。對，我就是理工女，工程師出身，長期在科技領域工作，同時研究科技領域的相關投資。等以後我的頻道訂閱過萬時，再來和大家介紹我自己啊。對，歡迎大家多訂閱，還請多支持。回到今天的主題，要命的是抽血。今年有3個巨無霸要上市 ，SpaceX 估值1.75萬億美元，光 IPO 就要融750億。6月12號，今天就是掛牌交易了。Anthropic 估值大概9650億，6月1號遞交了上市申請。OpenAI 估值約8520億，6月8號也悄悄遞交了 IPO 文件。3家加起來大概3.6萬億美元的新股票，要在短短幾個月內湧進市場。這就像一個池塘，水就那麼多，這些巨型新股就是一台台的抽水機，把錢從勞苦票裡抽走。高盛預計26年光是股票供給就有6000億美元。美银的調查更顯示，75%的基金經理都認為半導體是當前最擁擠的交易，而99到2000年恰恰也是在 IPO 井噴之後，泡沫見了頂。這股抽水效應已經摸得到了。
連比特幣和加密市场都被警告。SpaceX 光是750億美元的融資，就可能把原本拖着币價的那部分流动性抽走。而那些還沒長大的中小 AI 公司，正撞上一场流动性干旱，達不到門槛的只能被迫贱賣合併。芯片缺貨，甚至燒到了普通人身上，因为內存疯漲。26年，一部智能手機的成本硬是貴了大約14%。AI 的盛宴，賬單正在悄悄送到每個消費者手裡。不過話說回來，大空頭伯里也不是神，他2023年就喊做空，結果市場又漲了131%。他看空英偉達1年多，股價卻一路新高。所以泡沫這件事兒方向也許對，但到底哪天破，沒人能算準。但是這提醒我們，眼下半導體的高位風險了。把這些線索拼起來，未來6到12個月，市場大概率是這個格局：上面有估值的天花板壓着，下面有流動性被 IPO 一點點抽走，中間還卡着一個降不動息，甚至可能加息的美聯儲。這不是說一定崩盤，而是這根繩子會越繃越緊。那普通人到底怎麼守住自己的錢？我給5條不複雜的思路，提醒一句，這不是投資建議啊，只是歷史給我們的提示。第一，別把全部身家全壓在繃得最緊的 AI 和芯片上，漲得最猛的往往也是回調時摔得最狠的。適當的分散落袋為安，那永遠不虧了。第二，配一點真資產。黃金雖然從1月份的5589美元的高點回落到了4500美元附近，但各國央行還在持續買入。摩根大通看到年底5000美元以上。黃金、能源、大宗商品是70年代滞脹裡實打實的贏家，可以適度的配置。第三，關注加密貨幣，尤其是作為數字黃金的比特幣。它與生俱來的抗通脹、通縮的屬性，它的4年週期節奏已經快要走到最底部了。第四，關注防守型板塊，必須消費，這裡漲價你也得掏錢的生意，在高通脹年代是最抗跌的。第五，手裡留點現金，堅持定投。美聯儲放鷹 ，IPO 洪水一定會製造劇烈的波動，手裡有子彈，才能在別人恐慌甩賣的時候撿到便宜貨。別追高，用定投把成本攤平，比天天猜頂猜底要靠譜得多。那到底該盯哪些信號？我給3個。第一，沃什的第一次議息會議的措辭到底是偏鷹還是偏鴿？第二，3大 IPO 上市後是破發還是暴漲？那是市場情緒最直接的溫度計。第三，10年期美債收益率會不會失控往上衝？這3個裡頭，任意一個出意外，都可能是市場變盤的扳機。總之，眼下的市場相當的脆弱，要控制好倉位。真正的安全感不是賭沃什降不降息，而是讓你的資產扛得住任何一種結局。說到底，沃什的底牌，最後還是那句老話：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。印出來的錢遲早是要還的，吹起來的泡沫遲早要面對地心的引力。我們普通人能做的，從來不是去預測風暴哪天來，而是趁着天晴，提前把自己的船修結實。如果這期視頻幫你把這團亂麻理清楚了一點點，記得點個讚、訂閱、打開小鈴鐺，選擇全部。我們下期見。訂閱我，下次更精彩喲。